大家晚上好，我们开始今天的老范读评。多了2位会员，那么会员的小扳手已经发了。好，今天本来应该是明天读啊，但是明天因为有一些事情需要处理，所以就挪到今天。下周呢，应该还是周三。好，先赞后看，这是个很好的习惯。7个人，好少，没事。好，我们先开始读评论吧。第一条，上期读评里头呢，有人给我做了更正，说美股七姐妹呢应该是微软、苹果、谷歌、亚马逊、美塔、特斯拉、英伟达，网飞是不在里面的啊。这个是这样的，就是我经常有时候会把网飞搁里头，一般把网飞搁里头呢，就是把美塔漏了。就是你让它叫 Facebook 呢，我能想起来，它叫美塔的这个事儿呢，就确实比较容易让人忘记啊。然后台积电呢，确实是从来没有进去过啊，虽然它现在市值也很高了，只是呢，台积电一直是个代工企业吧，而且一个主要在台湾的企业，确实是没有进到美股七姐妹里边去。最近高盛还是谁在搞这个中国10大概念股，对吧？就想对标这个美股七姐妹，那意思就是大家赶快去买啊，什么腾讯、阿里啊这样的都在里头。他讲的说美股七姐妹的市盈率大概已经到60几倍还是多少，然后中国10大概念股的这个平均市盈率才到10几倍，啊，说现在极大低估了，赶快冲啊！啊，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好，继续。AI 考数学达到清北水平这条啊，有人做了回复，说我想从一个角度来反馈这一集的观点。来反驳这一集的观点，这个仅仅只是用来讨论哈，我的观点很有可能是完全错误的。我觉得在有 AI 的时代，基础教育初三之前的教育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不仅是教会一个人基本的知识、基础的逻辑，而且是需要让一个人对基础的常识和逻辑，有可用的反应速度，在和 AI 协同工作的过程中。提出需求、提出问题的能力肯定是最重要的，但是快速阅读的能力也非常重要。而快速阅读的基础其实是你对常识和逻辑的熟悉程度。当然了，我心中的理想教育方式应该是让学生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让他们借助 AI 去解决这些问题。这样的话，学到的所有知识都能够保证是有用的、可用的。在这样的学习的过程中，所有的学习都像是用 AI 编程一样，AI 编程一时爽，一改 bug 火葬场，然后立志学好数理化，遇见 bug 都不怕。这个朋友写的还是很长的啊，但是首先说呢，讨论嘛，没必要上来谦虚这么长时间啊，就是你有一些想法也是很正常的。然后从我个人的角度上来说呢，第一个，就算是初三之前的课程，以国内的现在这种教育模式来说，也是怎么说呢？也是这个很低效的啊。但你说我们需要让他学习通识教育，学习这个逻辑教育这件事儿呢，肯定教学成本是非常高的啊。就是你要想让学生背书这事儿很容易，你要想让学生学逻辑这个事儿呢，就会非常非常难啊。这个对于老师来说也挺费劲的，就像我们去打牌一样，对吧？如果我可以随意改规则，那我肯定是无往而不利嘛。啊，如果我在那打着打着牌，然后不停的有人说你怎么作弊啊，你怎么这个规则不对啊，这个我也很烦，对吧？所以对于老师来说，还是说你听我的，然后我再背下来是最容易的。现在初三之前的教育，基本上还是老师说什么你听话就完了。至于说改 bug 这个事儿呢，现在 AI 编程改 bug 这件事儿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比人改的要利索多了。数理化呢，肯定还是要去学习的，因为你没有这种基础逻辑的话，你遇到 bug 都不知道该问什么啊。说我现在遇到了一个什么问题，该怎么问，不知道。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看
如何去学习，如何去这个让大家更有逻辑、更有通识、基本的这个常识啊，这个确实是比较难的一点。这个在做概念吧，这个哎呀，高盛这种的，就是他卖报告的，对吧？他肯定也要做一堆概念，做完了以后，万一他准了呢，对吧？大家就愿意花钱去买他的报告。前几次都没赶上直播，哎呀，这个还是要抓紧。这说的是15到20年之前的初三，国内现在的教育模式的初三已经大变样了。是这样的。晚上好啊，点个赞，欢迎。我们继续。GitHub 被鸿蒙开发者请愿灌水了。这期呢还一直都有人在这发评论啊，看来鸿蒙还是能够引起很多人的愤慨。说有人说了啊，说需求，说个屁需求，他们又不给钱，又不是甲方，有什么资格说需求啊？这个是为什么要读这条评论呢？就这个概念是错的，在开源社区里头，谁都不给钱啊，就是你提需求的人啊，正式的你的需求被修改的这些人，也不是甲方，也不给钱啊，只是呢，大家靠一种礼貌，慢慢的建立信任，共同做贡献，然后让这个社区往前走。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礼貌与这个贡献就会变得尤为的重要啊，包括这些社区规则。然后你因为大家都是不签合同的嘛，你要签了合同，你说哎，我是个甲方，我签了合同了，我给了钱了，对吧？然后到这儿来指手画脚，然后这个骂街说脏话，这个你反正拿着钱你得忍，对吧？但是在开源社区里头，大家都是这个热爱，对吧？都是靠爱发电的，都是说你提出问题，我来帮你修改一下。而且很多人可能压根就不是这个项目里边的全职员工啊，因为有好多开源项目也没有全职员工。那你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吧？你去这个说需求，它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不需要是甲方，不需要给钱啊。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反而是规则礼貌更重要啊。这个稍微的跟大家纠正一下。老范以 Switch 1的充电器，按理能直接给2用吧？不能用啊，因为 Switch 1的充电器是30多瓦的啊，2是60瓦的。这个看了你的视频，转头看京东去了。对啊，京东是你现在买，很快就能收到手。而且如果你在国内的话，你可以马上到店里边去拎一台啊，店里头比京东的稍微贵一点点，但是贵的不多。AI 写报告怎么样啊？可以写科研不？可以啊，写的非常好。但是前提是什么？就是他写完了，你有能力去看。如果他写完了以后，你没有能力去看的话，那翻车就不远了啊。社区靠贡献精神啊，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是这样的。日版怨念，你现在日语应该学的不错了吧？在那儿待了这么长时间了。好，我们继续。这个 Meta 收购 Scale AI 这条啊，有人提问了，说我就想知道养了杨丽坤这尊大神，到底从他身上看到了什么商业价值？他是超前啊，但是超前也得想想现在要是吃什么的，对，以后吃满汉全席，现在也不能饿着吧？大家注意啊，就是养这种大神的商业价值是怎么来衡量的？不是说，哎，这大神来了啊，我给他钱了，然后呢，这个大神就是，我需要的时候你拉出来溜一溜啊，不需要的时候滚啊，不能这么干。这种大神呢，它几个大的这种叫做价值吧。第一个，招聘啊，大神，你以为杨丽坤现在还真的能坐那儿写代码，能够这个做科研吗？他做不了的。但是桃李满天下呀，对吧？你需要招聘，需要组团队啊，那么杨丽坤是可以来搞定这件事儿的。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这种叫做你可以发声啊，就是他毕竟是作为行业的这种泰山北斗嘛，啊，那么他可以说啊，我们开源就是对的，开源就是未来方向，他可以不断的为你的政策去辩护啊，当然他也会影响你的政策的制定了。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呢，就是
这个养了这种大神以后啊，呃，怎么说呢？就是你也算是占住了一块这个很好的这个山头啊。如果你没有大神的话，你说你算有山头吗？你没有山头，对吧？别人你说什么，别人不信这个事儿啊，所以它会有很多这样的价值在这儿。还有就是杨丽坤呢，他有时候是可以指点一下方向的啊，就是他说我觉得啊哪块应该是这个最新的方向啊，哪个地方可能有坑啊，他会有这样的这种判断出来，可以让大家少走弯路。只是最近这一段时间，杨丽坤可能他的方向跟主流的方向不是特别一致而已啊，就是一般养大神是这样的这种评估方式，绝不是说，哎，我今儿雇了一大神，明天给我写10万行代码出来。后天再给我写100万行代码，然后就直接让我挣到钱，这个大神不是这么伺候的啊。终于赶上直播了啊，这个终于赶上直播读屏了。今年还有打算去美西逛逛嘛？这个打算肯定是打算了，但是反正我最近这几天应该，你想，下个礼拜应该是，小米预期应该开发布会啊，开发布会的时候，我没准要去下单抢车啊，抢完车以后，可能再过1个月就能提车了，这个事儿还是要留在北京好好折腾一下啊。等这个事儿折腾完了以后，我是准备四处出去玩一玩。而且我今年还要去换美签啊，我的10年美签今年到期，换完了以后顺便出去转转呗。好，我们继续读屏。呃，腾讯音乐收购喜马拉雅啊，这个有人说了啊，说它竭泽而渔，对主播的吸金极猛，这也是国内平台的通病，到了一定规模就会开始衰竭，因为主播逐渐入不敷出。其实你要想清楚一点，并不是说，他对主播这个拼命吸金啊，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最核心的原因是他没挣出这么多钱来，对吧？国内，B 站也好啊，包括这个，呃，喜马拉雅这样的平台也好啊，它没有那么多的变现能力，对吧？你想去维持这么大的这个，叫做什么呢？你想维持这么大的这个规模，你需要跟人竞争啊，那你就必须是要压缩的开支，对吧？那个是没有办法的，核心还是挣的不够多。好，再往后啊，关于联交所上市一定要盈利啊，说的是错的哦。是这样啊。后来我今天查了一下，联交所呢，其实，它是3种上市的这种考察啊，就是你通过任何一个都可以上。第一个呢就是盈利啊，你这个去年3500万这个港币的盈利啊，然后呢过去再往前2年呢大概是2500万吧，反正加一块应该是6000万还是7000万，反正这样一个数。就是第一个是盈利关啊，你要能过它才让你上市。然后第二个呢是叫做等于是你不一定有那么多盈利，但是呢你是要有收益啊，你的收益还是可以去补充一下的。第三个呢，就是你的市值很大啊，我非常值钱，但是呢，我的收益也有，就是不盈利啊，这个也是允许上市的，只是，反正香港对这块的要求还是要比美股要高很多的，大部分人呢还是要努力争取去盈利，因为剩下的一些条件更难达到所以呢，跟大家纠正一下，就是说，港股上市并不是一定要求盈利的啊，只是盈利最好。好，我看看这边。预期价格没有啊，不着急，着什么急啊？他不是说最后几天出价格吗？如何看待稀土带来的癌症村？我们真的没有更好的办法抑制这种事情吗？没招啊，这个事儿，待会儿咱们再讲稀土的事儿吧。稀土这个事儿后边还专门要去聊一下啊。稀土确实是极大污染，这个继续读屏。这个京东提前开始给外卖员买保险，算是这个中央文件的抢跑。有人说了，嗨，看看就行了啊，上面
还说要扩大开放呢。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啊，就是国家会出好多好多政策，然后这些政策呢，有些可以执行，有些不可以执行，或者说有些呢执行的并没有那么好。而每一个政策出来以后呢，都不是说政策出来就一定要一刀切做下去啊，除非像原来计划生育什么这种就是基本国策你肯定是要认真执行之外，其他的这些，特别是两办啊，国务院办公厅、中共中央办公厅这样的地方发出来的这些文件呢，它一般是这样，就是下边会有一堆公司啊，或者各种的利益团体吧，他们会在里边挑选自己觉得有利的这部分去执行，而且呢，是只执行其中他自己认为有利的这一部分。你比如说像京东，对吧？他发现，哎，国务院要出这样的文了，对吧？那我赶快去给外卖员上社保啊，然后呢，我想去进入外卖领域，原来我没在里头啊，我现在想进来搅浑水啊，而且呢，我在搅浑水的这个过程中呢，我首先需要的是什么？精英外卖员，对吧？就是做的特别好的，然后啊，我只给这个全职员工上保险啊，你要老老实实的在京东上班，我才给你上保险。你说我想这个两头跑啊，3天打鱼2天晒网，跑2天京东，跑2天美团，这个他是不给上保险的，对吧？虽然这个文件里写的是说，你甭管是不是全职都要给他上保险，但是京东说我就挑我自己有用的这部分。所以呢，很多政策都是这样的，就是你不要说，哎呀，这个政策看着很好，没有人执行，要看对谁是有利，对吧？这个其实跟制定政策也是一样的。你说我制定一个政策对所有人都有害啊，那就没有人执行，或者即使是执行的过程中呢，也会遇到极大的阻力啊，或者各种阳奉阴违啊，也有可能，比如说造成社会中骂声一片。你比如最近的禁酒令啊，这个就骂声一片。那这种，像这个买保险的这个事情呢，买社保这个事情，那京东觉得有利可图，那就搞呗。而且他搞完了以后，下面的这些像其他的这些像美团啊、饿了么，你除了跟进，你没有什么办法，因为这个东西叫道德制高点，对吧？就跟前面咱们讲这个，60天付款的似的，对吧？这个车企60天要给人付款，你这种东西也是这样的。你国家说了，说完了以后，这帮人就开始想说，哎，我们倡议一下呗，折腾一下呗，折腾完了以后，看看是不是就把这些稍微弱一点的直接淘汰了啊？咱们再卷一把不就完事儿了吗？对吧？他就开始搞这样的事情。所以呢，很多东西要看有没有人愿意去执行啊，不是说这个政策怎么样，下边是不是这个做不做的事情啊，还是大家按照各自有利的方式选自己喜欢的做啊。继续啊，说失业的人自己交社保，是不是相当于花钱上班啊？这个不一样。像我呢，算是失业吧，或者叫自主择业。其实我现在已经不能算是这个失业人员了啊，因为我现在算是自主择业人员。因为呢，每一个失业人员只可以领2年的失业保险金，我已经领完2年了啊，这个已经这个没有了啊。这个过程中呢，社保呢，你交完了以后，还是要去保障一些这个自己的一些突发事件嘛。你比如说，社保里边其实最大头的是什么呢？最大头的是养老啊。那我退休了以后，对吧？我现在就要指望这笔社保的资金去给我养老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医疗啊，医疗其实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数。那我医疗险基本上是能挣回来的，因为本来吃药吃的就多啊，每个礼拜天晚上还跟大家一块装药盒，啊，所以我的医疗险基本上能挣回来啊。那么这个跟上班没什么关系啊，而且这个我去交社保的时候，国家还给我发补贴，对吧？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人说了啊，说社保本来就是庞氏骗局，中国经济前景暗淡，取用的多，交费的少，人人都会算账的。这个呢，不要什么都庞氏骗局啊。所有的庞氏骗局在没有这个彻底破灭之前都不能叫庞氏骗局。就是你看很多东西其实都像庞氏骗局，就是后边人为前面人买单，对吧？然后越滚这个盘子越大，这个东西其实都像庞氏骗局。但是你只要不破，它就可以一直滚下去，对吧？它是这样的一个运作方式，所以别想这事儿。至于中国的经济前景是不是暗淡这个事儿呢？不知道啊，这个咱们不能胡说八道。这个，至少从有些数据上来看，没有那么好啊。有些数据呢也在发生一些波动吧，大概就是这样。至于是不是取多交少呢？
这个全世界都一样啊，这个中国的社保取得多缴的少，人美国的社保难道不是这样吗？然后日本的社保难道不是这样吗？对吧？日本现在已经到可能67岁退休吧，然后像这个，呃，好像是挪威还是反正北欧的有一个国家，就是已经是70岁退休了啊，是这个全世界最晚退休的一个国家，对吧？而且中国的退休其实跟其他人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区别，就是女性会提前退休，男性早5年去退休啊，其实早是5年还是10年退休，因为我现在搞不清女的是50退休还是55退休了。对吧？它是这样的一个工作方式，而其他的国家都是男女平等，就是男女是同时退休的。那这个，你总还是要继续做下去的嘛。而且到最后，你比如说，不行，你印钱呗，对吧？印了钱以后，你就是社保就这个变得毛一点就完了呗。就是大家可能还是发了5000块钱回来，或者发了2000块钱、3000块钱回来，然后发现，哎，这个日子过得比原来艰难一些啊。中国其实现在整个的物价还没怎么涨上去，跟这点跟这个欧洲、美国、日本还是有挺大差异的。日韩啊，这些他们物价这2年涨得还是挺猛的。好，继续啊，说这个有个地方不懂，社保基金收入和支出不是问题，但为什么增加缴费基数和缴费年数呢？这个缴费基数呢是这样啊，就是每年缴费基数都会涨，啊，这个是国家要去涨的，这个是应对通货膨胀的。就是你比如说我今天缴社保啊，缴到我退休那一天开始，我是要按照退休那个时候的这个通货膨胀的水平去这个领退休金的，而且每过几年通货膨胀上去了以后呢，我那个退休金的指数也会往上涨，对吧？这个到那个时候我已经不再缴这个社保了嘛，但是呢，你还是每年会涨。啊，去年吧，去年好像我印象里是，退休金涨的是3%啊，然后这个缴费大概是涨了5%还是涨了多少？就是你缴的肯定是要比这个涨的要多，啊，它是这样的一个运作方式。至于缴费年限的话啊，缴费年数的话也是这样的，就是，你就是延后退休呗，对吧？这个钱少了一点，我们就让大家啊稍微的调整一下迟后退休，啊，让大家多上2年班，多缴2年社保啊，也就是这样。啊，还有啊，说成本这个事儿呢，中小企业还是很头疼的，否则就不会出现那么多的最低标准缴纳和PT 合同工不缴纳了的操作啊，妥妥的硬支出。宏观态度不解决微观问题。二，社保通办这个事儿阻力很大，各地缴纳和执行标准都不一样，资源分配也不一样。发文是2029年实现，走走看看吧。这个三啊，骑手缴纳这事儿和职工就业福利关联还是有点牵强。企业并没有照单全收的能力，就算有骑手推通胀，这个无异于蚂蚁拉大车。老范还是多讲讲 AI 和融资的事儿吧。你是觉得我讲的不好吗？我觉得啊，你压根儿没听明白我在讲什么。就是什么时候这个东西就不是成本了啊？你老觉得啊，交了社保有成本，当所有人都非交不可的时候，啊，这个东西就不是成本了。什么时候说这个东西是成本啊？大家压着很痛苦，因为没有交的人没有受到处罚，在这个时候交了的人就会觉得很痛苦，对吧？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一旦说大家都交了，就不是成本，那就整个的成本上升就完了呗。咱们讲另外一个案例，你比如说像美国啊，他现在要把这个非法移民都赶掉啊，赶走。那赶走了以后，他的用工成本一定会上升，这没什么好说的。你比如说，原来到地里去收橘子这帮人、收玉米这帮人都是墨西哥人啊，非法移民啊，他们的薪资很低。董王把这帮人都抓走了，遣返了啊，那剩下的你用什么人？用那个红脖子吗？啊，那这些人的工资很高，那你整个的生产成本就会上升，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但是前提是什么？前提就是要抓干净，你不能说我这儿用了美国农民去收玉米了，我旁边那家还是用的墨西哥农民去收玉米，那我的成本就高了啊，我就没法竞争了，那这个东西叫成本。如果都没有了，那这东西就不叫成本啊。你比如说像加拿大，对吧？它就没有那么多的这些非法移民啊，那你去考一个电工证，就可以开开心心的混一辈子，对吧？任何人说，哎，哪个公司说我要雇一个有电工证的人给我去当电工，然后四处去给人做维修，
他也不会觉得你贵啊，因为没有便宜的选择，对吧？所以这个东西你一定要想清楚，说我到底在说什么，对吧？你没听明白，然后就告诉你去多讲AI 和投资吧，这个你还是要好好想一想啊，这要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呀。这个终于赶上一次啊，这个不容易。ATT 你现在是不是这个土拨鼠的经常能赶上，我的就经常赶不上啊？欢迎打赏。现在找工作35岁就显老了，对啊，你像我这个53岁肯定找不着了呀，只能在家里讲故事了呀。啊，被裁员了，哎呀，好可怜，这个赶快找啊，继续努力的找。老板牛啊，这个老板还是很厉害的啊。禁酒令会影响白酒企业吗？根本就不是影响白酒企业的事情啊，这个而是现在呢，整个的就是白酒定价的这个底层逻辑就消失了。还有呢，就是所有的餐饮企业啊，白酒企业其实还是一些大的国企啊，很多白酒企业都是国企。但是你所有的这些餐饮企业，不光是进酒啊，进饭啊，进聚会啊，3个人以上聚会都不行，而且要求互相举报，搞得跟文革似的。那大家就这个都吃盒饭，或者说以后这些公务员通通白人饭，对吧？上班的时候带一小饭盒，带2片菜叶子，然后带个这个小三明治啊，然后就这样了，不就完事了吗？啊，或者大家都坐在一个小的餐厅、小的食堂里边，咱们去点外卖，或者我们干脆单位整个食堂啊，以后就都变成这样了。啊，还有一些呢，可能就是内部食堂了啊。我记得以前我们去一些工厂里边，对吧？说哎吃饭去，哎这个都是我们这儿专门请的大厨啊，内部小食堂就是老板自己吃和老板请人吃饭的地方，对吧？以后可能有一些单位就会整这样的事情啊。这个怎么说呢？我记得原来，有一段时间呢是外企在国内呢无往而不利啊，也是请人吃饭，然后那个带人出国考察，然后很多单子他们能抢着。后来呢就开始举报啊，说外企这个送礼啊这事儿不对，那怎么办呢？这个就搞说这个你们外企再想请人吃饭啊，要照相，对吧？吃完饭以后照一张照片，后边写着啊这是张三李四啊赵处长王处长。那你说你要照相的话，谁还跟你吃饭，对吧？那外企的生意一下就都没了，对吧？就被国企啊，或者说叫私营企业、民企吧，被这些人就把生意都抢走了。啊，这个原来我认识一个朋友，她老公是西门子的啊，大概就这条禁令下来以后，这个西门子的生意就一落千丈。社保就是个大窟窿，永远填不满啊！这全世界实际上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慢慢填呗。来了，点赞啊，欢迎点赞。当初08年的时候还提出什么八荣八耻，后来提节约粮食，浪费可耻，但是现在谁还记得？记得光盘行动，对吧？这个大家都记得。这个反正光盘行动的这个思想的初衷是好的啊，让大家节约粮食。反正我个人还是觉得，浪费一些才能够促进整个的流通啊。老范直播在美国时间太早了啊，这个但是太晚了，我这儿也受不了。土拨鼠经常是美国时间下午直播，好吧，这个你在给自己缺席直播找借口。日本当年名酒价格就崩了，后来调酒的基酒上来了，还有啤酒，都是价格很低的啊。这个反正中国这些酒企呢也就这样呗，这到他们的这个就可以就过去了嘛，他们这个时代过了。内部举报很神奇，上面来人啥没干，先让下边人主动交代，说有就完了啊，说没有就也不行啊，必须得要有。这个好开心啊，这个好开心。找内部去招待也不方便啊，你挡不住有别的有用心的人举报啊，这个事儿呢，
你们要相信啊，中国是有很多的习惯了一言堂的老板，觉得自己走到哪儿都可以一手遮天的，对吧？他甚至他觉得他们单位所有的人都愿意为他去死，啊，这个迷之自信啊，这个是在中国做领导做到一定程度以后都会有这样的迷之自信，所有人都爱我啊，所有人都爱戴我，你看又把我选上来了，哎，我说什么了啊？没关系啊，咱们接着往下讲。公务员财务公开，吃饭公开，很对啊。这个我觉得啊，你连财务公开都做不了啊，你光吃饭公开这个事儿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挪威的社保不是窟窿啊，属于极少数吧，这个也不是。他们有可能会成为窟窿啊，因为挪威的社保基金在中国 A 股投资呢，没准我们把它变成窟窿呢。加州电工很赚钱啊，老房子换个总电开关箱，动不动就是几千美金。但是一些小的这种，你就非法移民就可以干了啊。这个大的，肯定还是要找这个有牌子的人去干。没有浪费，哪有消费啊？这个反正出发点是好的吧？多半还是有人扛着红旗反红旗啊，故意执行力度很大。这个倒也不是说叫拿着红旗反红旗啊，就是你就想吧，它也是一个很复杂的组织机构，在这个组织架构里头呢，每一个人都需要寻找自己的位置，发光发热。他又没有能力去创造新的什么 GDP 这些东西，对吧？那他也要用好自己手里边的权利，而且他现在还有权利去做最重要的事情啊。这些官帽子什么最重要，就是谁上谁下嘛，对吧？他现在已经有权利说，哎，我可以让谁下去啊？我看谁不顺眼可以举报他。那这个肯定是要努力的卷起来，这是人性的一部分嘛。光盘行动当年在上海就出过新闻啊，要求饭店主动举报客户，好像罚几百，挺狠的，被骂惨了啊，这就不知道了。挪威今年已经清仓 A 股了，反正去年还在啊，把毒品整到心签了，对啊，明天就不毒了。然后现在威士忌喝上瘾了，没有像国内白酒那种奇奇怪怪的香味喝多了也不会头疼，对年纪大的友好啊。这个我觉得酒啊，所有含酒精的东西都别喝，这个是最好的。国内的白酒是一个挺悲凉的故事啊，就是中国人以前有钱人啊，有文化的人是不喝白酒的，啊，中国这个有文化的人是喝黄酒的。后来怎么变成白酒了呢？就是黄酒这东西是拿粮食酿的，就是米啊，是拿这些玩意儿来酿，而黄酒呢是用高粱啊，就基本上是用饲料来酿的，啊，就是白酒。对，然后是以前在解放前，什么人喝白酒呢？就是极北啊，特别冷的地方啊，或者是干体力活的人，他们喝不起黄酒啊，也没有那么大的功夫说黄酒热了以后，大家这个煮酒论英雄一下啊，或者说这个吟诗作赋一下，他没有这功夫，对吧？那就是快速的用高度酒精把自己一下麻痹掉啊，他们要干这种事情。所以呢，后来就是白酒就起来了，特别是像茅台啊这些酒呢，都是用这个粗粮酿造的啊，所以这个也是挺麻烦的。所以现在这些年啊，这个白酒就特别是年轻人吧，就不是那么喝白酒了，基本 get 不到白酒的味道，除了辣嗓子就没了。你去买瓶茅台试试啊，茅台还是不一样的。来了先点赞啊，欢迎！哪怕茅台我都喝不出有多好，茅台我还是比较喜欢，其他就不行了。完全喝不进去任何酒的人飘过，一闻就觉得想吐，真的是完全无法理解爱喝酒的人有什么乐趣。这个你可以从上海菜酒香草头开始试起啊，然后各种酒香菜啊，你先试试这东西，然后再慢慢的去喝酒。还不如喝气泡水啊！是，我觉得喝茶、喝咖啡都挺好的。好，我们继续。车企60天账期这一条啊，说有人提问了，说为什么不喜欢油混呢？感觉是当前电池技术突破前最好的方案了。不喜欢油混的原因很简单啊，就是你等于花同样的钱，它里头有2套系统。
像我们这种工程师出身的人呢，发现这个出错的概率增加1倍这个事儿是无法忍受的。而且你想，他把它价格的和成本压到这么低的一个情况下，这2套系统的品质和可靠性都没那么高啊，在这个过程中，你再去开这个车的话，就总觉得心里不是很踏实啊。而且你说我就在城里跑一跑的话，我为什么需要油呢？如果我就是出去的话，那就为什么需要电呢？啊，它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啊，就是油混这个方案其实意义不是特别大。还有人说了啊，说赛力斯和理想啊销量不太匹配，是车价比较高啊，前者均价是40万了，后者是30多万啊。因为当时我们讲说他们两家欠的钱啊，欠的供应商的钱跟他们卖出去的车的数量不太匹配啊。有人找出原因来了啊，说因为他们的车贵啊。你比如说像比亚迪，虽然它卖了这个好几百万辆车啊，400万辆车，但是呢，它的这个车价呢是这个比如7、8万啊，或者是10万啊，它是这样的车啊，跟这个30、40万的车是不能比的。我觉得啊，这个怎么说呢？你别光看这个，你看看他们的销售额，对吧？销售额也差着倍数呢，对吧？这个你总没什么可说的吧？所以赛力斯这个呢，还是有点难度啊。理想我觉得倒不用太担心，理想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现实的车企啊，也算是一个比较现实的创始人吧。啊，他从一开始催理想 ONE 就已经是想明白了我到底要干什么啊。理想 ONE 那个车其实卖的还是不错的，后面每一个车呢都算踩在车点上啊。理想整个的除了中间那个 Mega 啊 MEGA 那个车稍微的有点麻烦啊，有点费劲之外，其他的车其实都还可以。而且 Mega 的车后来改来改去，然后降了价格以后呢，现在卖的其实也还行。啊，这个再往后啊，如果比亚迪还逼着供应商收提炼啊，那他就是在放屁。这个事儿怎么说呢？这个一定是自愿的啊！供应商想去给比亚迪供货的时候，我一定会心甘情愿的接受提炼的。你放心吧，从来没有人逼过我啊，绝对是这样的。还有啊，说这个 ITO 库存周转率、DSO 回款周期这2个指标直接影响公司的收入确认、回款时间、资金占用、存货和回款风险现金流，进而影响企业盈利、经营安全。但是企业靠这种行为的国家指导的一刀切，对企业的正常发展是不利的。否则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终无法解决内卷的问题，只能转嫁给客户，压低供应商价格，人为干扰市场机制，分别会造成消费和购买汽车的能力下降，供应商自己付出提前回款的这个补贴利率大于硬吃小鱼，资金流或者背后有大厂支撑的企业可以活下来，而不利于行业的新生力量成长，把制造业变成了多少互联网烧钱模式。这个里头呢，其实提到了有一点非常好啊，就是虽然写的很长，还是给大家念了一下。什么呢？就是在什么时候国家应该指导，什么时候应该让企业自由竞争，对吧？国家呢肯定还是要管事儿的，特别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啊，就是欧洲国家，他们也在想说这个不能完全自由经济啊，我们国家还是要有调控。他们呢也从这个社会主义的市场这个叫做计划经济里头，其实学了很多东西出来，发现有些东西还是要调一下的。那么在这个里头呢，就会有一个界限的问题啊，就是哪个事情是该国家管的，哪个事情国家不该伸手。那么现在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说，哎，这个大家都活得不是那么好啊，这个甭管是上面的企业内卷，还是压榨底层的经销商这个事儿，都活得不是很好，那国家就可以去动手去规范这个，说我们以后要60天回款啊，让整个的经济运转起来，你不回款它运转不起来。至于说什么叫干预市场机制呢？就是很简单啊，你下了文儿，有些人执行，有些人不执行，双标啊，这个东西叫干预市场机制。如果说，哎，我国家啊制定了一些规范，制定完了以后呢，
所有的企业一视同仁都要执行，不执行的被举报了以后啊，或者抓住了以后重罚啊，罚的你这个死去活来的，这个就没有问题啊。你不能说哎，这个像我们以前跑到这个下边地市里边去说我要打盗版啊，这个当时我代表美国公司去打盗版嘛，然后这个省啊或者市里边这些版权局的人会陪着我去抓啊，陪着我去抓人去。但是抓的时候，他跟我说你看啊，这边呢是我们的这个软件开发区啊，这是我们的重点项目，里头所有的企业你都不能抓啊，你得抓外边的啊，抓完外边以后呢，你要让他们去软件开发区里边去干活去。那这个它就属于是对市场机制的粗暴干预了啊，所以我们要分清楚，不是什么时候国家都不能下手，而是如何下手啊，如何划定自己的界限。上来以后说我们现在要这个优先使用国有企业啊，这个就属于粗暴干预，因为你造成了不公平，对吧？或者说，哎，我们要优先照顾本地企业啊，这个也叫不公平啊。或者像刚才我讲的那个，我们要这个优先照顾我们软件开发区里边的企业啊，这个也算不公平。就是所有国家下的这样的文或者政府下的这样的文，都是对市场机制的粗暴干预啊。但是你说，哎，我在最上层啊，我下了一个大的指导方针，所有人一视同仁，通通去执行起来，这个就是国家该干的活。闻着香，合起来没香的感觉啊，这是什么意思？目前我只能吃酒酿汤圆啊，这个酒酿汤圆其实也是有酒的，它只是搁糖搁的比较多而已。黄酒确实香啊，做菜特别是蒸海鲜非常好啊。是酒香瑞信啊，这个我也喝了。哎，你们前面喝那个什么了没有？就是那个，就是茅台瑞幸那个东西叫什么来着？那个还是挺好喝的，那味道啊，叫酱香拿铁啊，叫酱香拿铁。丰田的油混出错率高吗？丰田的油混很贵的，它要比油车和这个电车都贵，因为它两套机制都在嘛。就是你没必要去整这个东西，对吧？你最后省这点钱何必呢？威士忌口味丰富，上瘾了就回不去了，跟咖啡豆一样啊。我威士忌喝过，但是反正我没太喝出来。纯油好修，纯电不给修，纯电压根儿没啥需要修的东西。油电混合不知道怎么修啊？油电混合就是你又需要修油车，又需要修电车，就这么简单。感觉人到中年就喝不了酒了，喝多了心脏会突突跳。我喝大概一天喝3杯超大杯拿铁就会心脏突突跳啊，这个2杯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喝第3杯。前2天才提了车啊，电车、混动、油车都看了，最后还是选择了丰田的油车，最近价格是真便宜。国产电车里程虚标太严重，电差也很鸡肋，买回去都是当电车开，油耗也不小。这个是这样，就是你其实油车压根就没有里程，你也不知道是不是虚标不虚标的，对吧？它只是告诉你我油箱有多大。而且你想，你开这个高速油车可能100公里8个油9个油啊，你开市区就变成10个油11个油，所以这个其实都是一样的。你只是电车换了一个方式，因为他怕你说开在外边回不去了，所以把这个电量给你按公里数标的，所以它其实是个心理问题啊。当然油车也有油车的好处，这个没什么好说的。什么情况？周二读评啊，因为周三有事儿，所以就改成周二读评了。对，星期二读评论，被打个措手不及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你像我们那个什么呀，我礼拜天就已经跟大家说了呀，我这周是周二读评，对吧？已经提前做过预报了呀。一看这个，感觉措手不及的都是礼拜天没有好好听直播的人。周三618，对，618还是很棒的啊，酱香拿铁，对。
不懂别说了啊，丰田油混早就降价了。哎呀，这个不要老觉得别人不懂啊，你降价了，你去跟比亚迪比，而且丰田油混的这个可靠性高于国内的插混，我觉得并不比国内的纯油或者是这种叫做纯电好。塔主可以试试，这个一个蛋糕吗？点赞。我早就放弃了，我不用喝酒就自然嗨，这个也很开心的啊。来了来了，明天油价要涨了，这个不好说呀。现在股价还在涨，对吧？至少是美股的股价还在涨。所有人都说打仗了，股价要跌，但是美股的股价在涨。我记得当年最著名的故事是这个海湾战争开打，对吧？一帮人是做了油的这个多单，最后全被收了，对吧？就是所有人就讲的海湾战争开打一定是油是要涨价的，结果这边炸弹一扔下去，马上那个油价就应声而落，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一次的话，其实也是在走这样的一个行情，就是油和黄金在波动啊，然后股价啊，美股的股价在涨。可以试试爱尔兰咖啡啊，浓缩咖啡加酒精的爱尔兰奶油啊，这个还没喝过。威士忌可乐，哎，这个东西我还没试过啊。Coke 啊，最后这个是 Coke。统计上，没有一次战争真的对油价有实际影响。不，这个还是要看时间点，对吧？你如果去做这个做多做空这个事儿的话，你时间点还是要非常这个准确的啊。美股在涨嘛，昨天的美股基金还跌了一截，哎，没有，我的涨了呀，我买的美股科技的好像还是在涨的啊。这个杰克丹尼尔一种酒加可乐，经典的一个搭配。我以前有一群朋友都喝酒，他们都喜欢跟我一起出去。首先，我不喝就自嗨；其次，我可以把他们都开车送回家，啊，这个也不错吧。以前的酒心巧克力是用茅台的，没有酒心巧克力什么都有啊。一般的酒心巧克力就是经常是中国十大名酒，每样都有点儿。米酒配煎饼，清酒配生鱼片黄酒百搭。反正清酒跟日本烧酒我是都不太能喝，特别是这个这种热的啊都不行，包括黄酒啊热了以后我都觉得挺难受的。但是也没办法，因为我其实一直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喝酒的环境，对吧？我是上大学之前啊，就大学毕业之前呢，也稍微喝那么一点点，但是喝的不多。然后大学一毕业呢，就开始职场拼酒，啊，就各种的这个山东38度低度酒就开拼，所以一直都很痛苦，就是每一次要喝酒，我都觉得浑身的不舒服。后来喝红酒的时候呢，又没有太赶上认真的去学习、去品味，对吧？所以对于我来说，酒就没有什么好喝的，包括啤酒啊、红酒、白酒。白酒里头可能除了茅台之外都没什么感觉啊，但是茅台我也喝不多。然后至于洋酒的话，这个威士忌啊什么的我都喝过啊，但是喝不太出好坏来啊，没什么感觉了。我觉得是心理作用。在超市里没注意以前 Coke，以为是 Coke 拿了，随手拿了一瓶啊，结果喝了一口猛干，这个自己就懵了啊，这个还是很开心的。今晚是赛博干一杯吗？没问题。本来以为油价会大涨，昨天会去加油，还是原来的价没有涨。估计市场觉得伊朗没有能力报复啊。这个现在都在看说这个伊朗的这帮人是不是准备出逃俄罗斯啊？现在已经有人在传说，这个俄罗斯准备保障他们的安全。开直播赛博干杯啊，也挺好的。喝过一次茅台啊，就记得茅台是甜的啊，不甜，茅台不甜。有计划北上广深巡回不？小酒、小咖啡、小茶走一个。
这个事儿是这样啊，不能等我计划，因为我这个人比较懒。如果你在什么城市里头，你说，哎，我们这儿组织了10个人啊，然后我就溜过去啊，这个其实溜过去本身的成本不高，对吧？也速度很快。你们谁说，哎，我组织了10个人啊，你请我吃个饭，那我就溜过去找你们玩去，然后现场咱们开个直播，开个这个访谈什么都没问题啊。有人说，哎，我愿意出个镜啊，有不愿意出镜的也没事啊，你们可以向我提问题，现场问，然后我来给你们扯淡，这个都是可以的啊。凑够人啊，我就去，甭管在哪个城市。啤酒有兴趣啊，啤酒我真的是没什么感觉。我去拼多多买了2张川普金卡，这个好开心。拼多多的川普金卡多少钱啊？是不是500万美金啊？好啊，我们继续读评论。罗帅宇被自杀这条啊，有人说了，说官方发布的调查报告后，这几天啊，网上各大福尔摩斯网友没有扒出新的证据，推翻官方的调查报告了，那表示官方报告小概率是真的。至于后面要怎么整顿医疗行业，我觉得往死里整啊也是好事儿。这个官方报告是真的这件事儿呢，我觉得这种概率比这个江平是数学天才的概率还低啊，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啊，这个里头一定是有问题的啊。至于说后面怎么整顿医疗行业的话，因为再怎么整都不会公开透明啊，所以呢，只能越整越差，不会越整越好。哪怕是说，在某一个时间点，在某一个小的区域里头，稍微有些改观，因为没有透明监督啊，很快也会被搞掉的啊。所以这个不用想，最终呢，肯定还是往死里整，是不是好事儿就不知道了。啊，再往后啊，说要提醒大家一句：家长教育学生，遇到此类事件，搜集材料，但当时别马上举报，等离开湖南后再举报。若离开湖南后都还存在安全问题，就出了国去，安全有保障了的国家，再完全公开举报，教育自己家的孩子，学会先保护好自己，再举报。我觉得我们还是教育好自己的孩子，说第一个要有是非观念啊，你要知道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你不能说跟人同流合污啊，人家干了这样的事情，你觉得哎挺好，我也挣到钱了啊，这个事儿是家长的一个责任。第二个呢，肯定还是要教育孩子安全第一啊，这个你哪怕不举报啊，但是还是要让自己更安全一些。好，这个继续啊，罗帅宇啊，罗帅宇咋跟谁说话都录音呢？这种人太危险了。他是这样啊，录音这个事儿呢，他也没有说跟谁说话都录音，对吧？他录下来的也都是一些跟医疗相关的这些对话啊，他希望搜集相关的证据去录呗，对吧？那你说，哎，你这个就不可以录音啊，还是怎么样？说这个事情就是让他捂在盖子里不要出来啊，这个我觉得他去录音这个事儿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了。而且大多数情况你去录音了，你如果不需要进行举报的话，其实这个材料也没有什么用啊，对吧？搁在那儿搁着就可以了。这个有些人愿意去搜集，有些人不愿意去搜集。这个我以前跟一些律师去吃饭聊天的时候，他们会在吃饭之前先拿出一个录音机来，而且是那种特别高档的录音机啊，就是有多个麦克风，可以通过麦克风阵列继续进行收音的这种录音机。说现在我们要谈正事儿了，哪怕吃饭的时候我们也在谈正事儿，然后我要全程录音，是不是 OK？对吧？后来我说你录呗，无所谓的。我说就算你录了，难道真的能当证据来找我吗？对吧？他说也不是，就是未来回去以后，可以去进行整理啊，整理完了以后，我万一说点什么事儿，对吧？这个承诺了什么事情的话，他也好找我追啊。他要承诺我什么事情，他也好去办这个。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在我身边说，现在我们说话要录音了呢，我也确实会小心一点，对吧？他是告诉你说他要录音的，有很大的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让你自己说话也小心点啊，别胡说八道这个，但是偷偷录音这个事儿呢，确实是让人不舒服。呃，比看什么事儿吧，就是如果真的是脑死亡、倒卖器官的话，还是录吧。
还是北京的话7月份可以组织一个呀，反正7月份在，没问题。这个只要有人我就去啊，这个没问题。威士忌加冰绿茶加冰块口味不错，不过，这是初级的喝法，我现在用只加水去辣味儿啊，这个我就威士忌我还要学习啊。饭粉线下见面会，不要叫饭粉嘛，就是咱们就是线下故事会，不就完事儿了吗？7月啊，可以，我们整一场。咋报名啊？举小手，到时候我们 Discord 里头去约呗，对吧？你也是付费会员，然后到付费会员群里头去约就完了。但是这种我们可以到外边去，这个什么，可以在公众频道里去发，说我们哪一天啊准备去整一场啊，这个都没问题。其实我自己在北京也组织过啊，包括在日本也组织过，只是人有的时候比较懒，对吧？就是你像我在东京那次组织了，还有20来人呢啊！我相信在国内的各个城市找个十几个、20个人应该都不是特别难。跟你没关系了，你在美国整出10个人来，我去，没毛病。好，我们继续读网上的评论啊，这个以色列与伊朗空战啊，在这一次，其实我录了2条以色列与伊朗空战啊，只是有一条后来丢了。录的时候呢，就直播的时候还很多人看，但是直播完了以后，那条回放的就不见了哈，这个就别费劲了。呃，好，我们第一条评论啊，我一直听说啊，我一直听到的说法是以色列是美国的爸爸，英国是美国的小弟，台湾是美国的儿子，还真没听说过以色列是小弟的说法。毕竟整个美国都快被犹太财阀控制了。我觉得呀，就是我们有这样的想法，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是中国人从来没有学会如何跟别人平等相处，对吧？一定是要么我给你跪着，要么你给我跪着，要么我是你爸爸，要么你是我爸爸，对吧？大家没有想过说以色列有自己的诉求吗？没有想过说英国有自己的诉求，台湾也有自己的诉求吗？对吧？包括像北朝鲜，他有自己的诉求，说我不愿意听中国的，他怎么就大逆不道了呢？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诉求，对吧？这个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呢就，不要老觉得说谁是谁的小弟，谁一定要听谁的，对吧？没有这些事儿，这都是以中国人的这种固有观念啊，或者说一些陋习吧，去揣测全世界啊，这个事儿是不对的。像这种就是，大家都互相不平等，你是给我跪着，或者我给你跪着，我看跪着的那个人永远想的是我怎么跳起来背刺你一刀，对吧？我怎么能够把你放躺下，然后我好站起来让别人给我跪着。这种社会其实挺悲哀的。继续啊，伊朗攻击以色列，那需要使用类似于东风21型弹道导弹啊，这个，东风21的长度是10.7米，然后呢，东风21A 是12.8米，东风21C 是就是它反正就是不同的还是要差一些这个长度，然后直径1.4米，弹头重量600公斤以上，射程约在2000公里左右，集装箱长6米，宽2.59米啊，这个意思就是说一个集装箱是装不下这东西的，对吧？你想这东西十几米长啊，一个集装箱才6米长啊，这个装不下，宽倒是够了啊。这个东西直径是1.4米，而集装箱的宽是2.59米。高应该更高啊，这个集装箱的高度应该比宽度还要再大一些。所以呢，这个集装箱是装不下啊，这个反正感谢吧，有人愿意给我们补充数据，我还都是要感谢的。先别发公共频道，容易人太多啊，这个我有经验。一场好的派对秘诀是拒绝话题的人，拒绝不合适的人进来扫兴啊，这个是肯定的。呃，最佳聚会人数是6人啊，这个像我原来有一次是在北京，当时是跑去这个车库咖啡，应该也有个11、12个人吧。
大家聊得也挺开心的。那我申请旁听大佬们聊天，没关系，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聊天啊，这个是没问题的。在北京的话50人以上要报备，是这样的。像我们以前在北京做活动都是申请49个人，现场300，都是这么干的。组织活动确实挺费心的啊，这个是真的。是的，可不敢太多啊，是人多了很麻烦。先来个会员再说，是的。这个我们都是这个这个 fans 好吧？听听老范线下讲讲投资圈的逸闻趣事啥的。线下呢，就是所有不公开直播的这些内容就有可能讲秃噜了啊，这个就不一定讲什么了。爱德华这个梗好啊，英文谐音，好吧，英文造诣高啊，全员小扳手啊，这个也可以。到底是会员都来发言了，还是一听聚会全都是去充会员了？这个应该不至于啊，充会员还是挺贵的。好，我们继续往上读评。黄仁勋隔空回应任正非啊，有人说了啊，说反正再继续比下去更没下限，以后就会是流氓与流氓之争，只是遵守规则的重要性，越来越多人觉得不重要了啊。这个我倒不这么认为，因为我整个这个里边讲的就是开放造就的生态，生态是必须要靠一套。你认为它是潜规则都行，要靠这种东西去维护的，就跟咱们一开始讲的这个，你在开源社区里头一定要讲礼貌啊，一定要有规则啊，大家才可以进行这种松散的，特别是叫利他的这种合作啊。现在很多的这种社区其实都是叫利他合作啊。什么叫利他合作？就是传统的合作呢是咱们先拟好合同啊，签好字儿。我给你这个提供多少服务，你给我多少钱啊？然后呢，再告诉你哪个东西你不能往外说啊。然后它是一个很复杂的协议，签完了以后呢，才可以合作啊。哪怕说我是格式合同啊，你也得先签啊。而且每一个这个付出呢，最后都是可以衡量的。这个是传统的这个交易方式。而在现在，特别像开源圈起来以后的这种社区交易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利他服务，就是我可能为1000个人服务了啊，这1000个人里头，比如说有100个人啊，觉得这个服务是有价值的，然后呢，这100个人里头可能有10个人说我愿意为这件事情付费啊，那么最后呢，我就收这10个人的钱，剩下的人呢，他也享受了服务了啊，也获得了帮助了，但是呢，他说，哎，我觉得可能价值没有那么大，或者说我虽然觉得有价值，但是我就不想付钱，没有问题啊，但是我们依然要为大家服务。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整个的这个经济才可以快速的往前发展，这就是社区经济，对吧？这个跟流氓这件事呢没关系啊，它的规则现在就在发生变化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啊，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因为你一旦是进行了这样一种利他经济的合作的话，它等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协作这个效率就会提升。而人类社会每一次协作效率提升，实际上就是在做大型的这种分配机制啊，或者说是这种社会体制的这种晋升啊，他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你就像以前奴隶制，对吧？我必须要把你捆死在这儿，你才能好好干活。后面要放松一点啊，你们现在变成佃农了啊，除了在店里干活啊、交粮食之外，其他的我不管了啊。再往后说，你现在变成工人了，对吧？工人了，那你这个上班来给我上8小时啊，剩下我也不管了，对吧？你愿意打几份工，愿意做什么，我都无所谓了啊。那么再往后啊，可能就是像现在这样啊，我比如说我现在在这儿去做自媒体啊，然后呢，我有6.7万、6.8万的关注，然后啊，每一次的节目呢，可能也有个1万次播放啊，在这1万次播放里头，我有多少会员呢？啊，200多人啊，那他这些人觉得说，哎呦，你这个老范的内容还是可以的啊，我愿意来去付钱，对吧？但是我也觉得挺开心的，接着干呗。
我不能说我把这200多人凑起来，然后我以后就给你们讲了，其他人不讲了，这个事儿是不行的，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理解利他经济这件事情。再往后啊，这个反向研究光刻机加油啊，这个我知道他在风凉话了，他觉得这个事儿是不可能的。你要知道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啊，光刻机这种东西呢，本身并不是一个技术创新啊，它是一个工程奇迹啊。所有技术创新或者叫科学创新吧，咱们比如说技术创新还都是在工程范围内啊，科学创新就是我们已经完完全全超越了工程的范围去做这个事情了，对吧？真的在科技的边界上去做了一些不一样的探索啊，这个是不一样的啊。所有的这些最前沿的这些科学探索要干嘛？要写论文啊，对吧？大家能看到。然后所有的这些工程上面的这些实现要干嘛？要申请专利啊。专利这个东西的第一个属性大家知道是什么吗？不是限制别人不让用，不是来收钱。专利的第一个属性叫公开，对吧？发明专利这种制度的核心目的是为了避免重复造轮子，对吧？我发明了一个什么东西，我去申请专利了，那么专利上一定要完完全全的把发明的这个东西写清楚，而且可以复现。如果你这个专利上你这个技术是无法复现的，这个专利审核是通不过的，对吧？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这里头有天大的秘密啊，中国人不知道，没有这个，你们武侠小说看多了吧，对吧？这个有一个什么天大的秘密，如果没有师傅点拨一下，就永远迈不过去，没有这些东西啊。现在的所有的这些比较前沿的科技，特别是像光刻机这种工程奇迹，基本上都是公开的，对吧？只是原来有专利限制了你。对吧？你没有办法直接去用它，因为专利说我公开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要保护你多少年不能有人用。然后美国人说了，所有美国发明的专利这个中国不能使啊，那他就搞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导致了现在我们搞各种东西是费劲。当然，你也不是说我拿着专利这个文件就可以把东西造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呢，肯定还有很多的细节需要去尝试啊。但是原来比如说我拿着专利回来试了，把这东西试通了。试通了以后呢，发现你这个专利必须要授权啊，你不授权我不能用，结果人家不授权给我，那这事儿就没法整了呗，对吧？但是现在呢，说这个反正现在制裁，对吧？我就用了，你拿我也没招你来告我，那你先让你的专利在我这儿国家内有效再说吧，对吧？那我就可以先拾下来呗，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还有人说了说这个事儿呢，在未来汽车上可见一斑自己做换电，所有车厂不跟，他那套标准没人理，只能自己玩自己的怎么都做不大，是这样的未来就在搞这套东西。其实这个东西呢，不是未来搞的，虽然现在推换电的就是未来，这个东西其实是宁德时代搞的，对吧？宁德时代是造电池的，对吧？他希望大家去换电因为一旦换电了以后呢，并不是说大家可以多买很多宁德时代的电池。这个后边是有另外一套故事它就等于是电池可以增加金融属性了，对吧？你可以通过大量的去储备电池，可以拿这个东西的金融属性直接让人家去买单比如说让银行或者让这个债券市场直接去给你放贷发债，可以干这样的事情。这个是宁德时代想干的事情，但是因为这么多电车厂都是买的宁德时代的电池。所以呢，他又不好意思自己干所以他就找了一个蔚来这样的公司，说咱们干吧，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继续说这个美国现在的策略已经不是完全压制了，只是迟滞你的发展，增加你的发展成本，保持相对的优势，所以选项都在桌上，双方都清楚的。因为体制的对抗，双方都会留后手，而且都以打垮对方为目的。妥协只是暂时的，别存幻想，卯足劲打垮对方吧。一起吃瓜看戏，双方加油。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中国人想打垮美国，这个没任何问题这个符合咱们的民族性。至于美国人呢，可能更多的是我怎么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中国在哪儿我不知道但这个可能是更多那么一点点了。至于说迟滞发展这件事儿呢，还是像刚才我们前面讲的一样就是企业利益有些企业觉得我迟滞你的发展，我可以多挣钱，我就干；有些企业觉得我迟滞你的发展，我这个没挣着钱，我就不干。
大家呢不要觉得这个美国就是一个人啊，从上到下一拍脑袋我就下了一个决心我就干去了，没有的。它下边也有这么多的企业，这么多的利益集团，每个人都会去追求各自的利益啊，这个才是大家需要去思考的问题。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给大家举一故事吧，讲一故事。当年呢我在盛大当盛大做电子书，然后呢我们就听说 Kindle 要入华，当时 Kindle 还没有入华，说 Kindle 要进来。那这个事情对于我们来说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他要跟我竞争嘛，我们又竞争不过他，对吧？ Kindle 肯定是要比盛大电子书做得好嘛，做了这么多年了，全世界都很受欢迎，对吧？那怎么办呢？向国家举报他呀，对吧？我说这个Kindle 一进来以后这个出版物的这种审核就有问题了，就有漏洞了，这个是巨大的漏洞，这个不行，对吧？然后国家就有人就听这个事儿了，然后延缓了 Kindle 入华大概是2年还是3年的时间，就是这样的。我们有企业，企业有企业的利益，然后至于说企业不能上来说，哎呀，这个政府那个如果 Kindle 进来我要赔钱啊，你不能让 Kindle 进来，大家肯定不是这么说话的，对吧？上来说这 Kindle 进来了以后会对咱们的意识形态形成冲击的，对吧？而且 Kindle 的它的图书的库这个国内外是不分的，我们只能对国内的进行审核，国外的你没法审核。它一旦在国内卖 Kindle 了以后，它就可以装这个国外的这个书进去，我们就没法审核这个事儿了，这个是很危险的。那国家说这对啊，这个我爱听，对吧？我们就办了。所以你要这样去理解政策千万不要觉得，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这个不要这么想这个问题。再往后这个稀土跟电解铝副产品没什么关系，你应该查查资料再做视频这个感谢提醒就我原来呢一直印象里是稀土是电解铝的一个副产品后来发现不是这样电解铝的副产品是镓一个金字旁一个镓是这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呢不算稀土元素稀土元素呢更多的是在铁矿里头还有就比如说白云鄂博铁矿或者是这些叫做有一些重金属矿或者叫重粘土矿这个里头去提炼出来的还有一些是在煤炭里头从这个里头去提炼。然后至于为什么说这个东西特别污染呢？因为它要提炼这个东西是需要这种剧毒溶剂进去溶解这个东西，要把它溶出来那么这个剧毒溶剂呢，回收或者说再利用的过程是比较麻烦的，所以很多就直接倒掉了导致这个生产稀土是一件极其污染环境的事情这个事情如果美国想去复制这个稀土产业的话它如果做到环保，那它的成本一定会比我们高非常非常高。如果它不环保的话，我估计这个按照我们的成本来做的话，那美国境内的民众也不会放过它。所以这个对于美国来说就是一个两难的事情了。加州硅谷有人举小手吗？这个你可以问问或者到时候我们在 Discord 里头问一问。利他主义这个词我能知道，还是因为 FTX 这个好吧，这个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这个满眼都是小扳手这个小扳手一般是比较敢发言的人才会有小扳手。有人说白酒得到一定年纪才知道香，年轻人还没到那个年纪这个我觉得也不是了。你爱喝白酒的人可能上了年纪以后会更喜欢喝一些，因为它刺激强嘛。到年纪大了以后呢，味觉呀，这个神经系统都要需要更强的刺激才可以运转起来。社区文化我觉得很伟大玩 GitHub 之前我完全无感，现在时不时上去拉项目下来折腾，真的是很快乐。虽然不懂代码，但是学到了不少东西，是日常不可能学到的对 GitHub 觉得是人类瑰宝。不懂就问 Discord 里头有会员板块吗？有当然有了。你到 GitHub 里头去到 Discord 里头去专门叫我一声，然后我把你拉进来二元对立是一种很危险的思维就像那些吹嘘
阶级对立一样，为什么劳动者和资方一定是有矛盾的，就不能合作吗？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二元对立了以后呢，有一些好处。什么好处呢？就是你不需要跟他们去讲逻辑了，对吧？当没有逻辑的时候，就是我说什么都对啊。很多人呢，就是希望依靠这些，二元对立，依靠这些方式去杀死逻辑啊。他们想干这样的事情。呃，英文专利啊，patent 啊，这个词在拉丁的原文就是 open，是这样的，是这样的。韩寒老师很早就教导我们说，其实资产阶级很少压迫无产阶级，大多数时间是无产阶级自己互掐。这个不知道啊，这个不能乱讲，这个不能乱讲。之前在湾区啊，4月份回国了，后悔没早点回国。国内生活真的太幸福了，现在抱着女大看老范的直播啊，你看看，你用给我充会员的钱去泡女大了啊，这个啊还是要批评一下。你在 Discord 里头私信我，对，你拉着我艾特我一下，然后跟我说一声，我就给你拉进去。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是因为权力寻租，不是身份或群体问题啊，这个不是这样的。就是资产阶级想不想压迫无产阶级呢？想，对吧？但是无产阶级是可以组织工会，可以跟他们去进行抗衡，可以跟他们去进行一定的平衡，对吧？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让这种合作呢达成一个有序的合作啊，它是各取所需的一个合作。而当你不能进行抗衡，不能进行讨论的时候，啊，那就只剩下压迫了。凡尔赛的凯文来了，是的，上周去吃了日料自助，烤榴莲山竹不限量。榴莲这种东西烤了，那屋子里还能做吗？这个榴莲我觉得就不应该在屋子里吃吧。200不到啊，比 Santa Clara 那个自助好吃多了。哎，但我觉得 Santa Clara 我是吃过那边的自助的，感觉很好，而且它的东西很新鲜。你在国内吃自助，可能比如说你去吃三文鱼的时候，他们就给你吃淡水的红鳟鱼了啊，里头可能是有寄生虫的。凑个热闹啊，没问题。今天啥主题？今天是读评论啊，每周三读评论，今天只是改到周二而已。赛博干杯啊，没毛病。有人忽悠我回国啊，甭理他。如果你缺这个女大的话，可以回国。但是确实国内工资低啊，我现在收入只有美国的1/3，但是幸福感高了3倍不止。那是因为现在你还在跟你女大玩耍，主要是女大提高了幸福感啊。是的，可不是嘛，在美国社会性孤独啊，这个好吧。沉溺于你女大啊，女大是什么意思？没太看明白啊。这位小兄弟回国找了一个女大学生啊，大概是这样的。我居然发现还没有订阅啊，这个赶快订阅一个。没有什么天生的谁压迫谁，都是互相制衡啊。这个真正的压迫永远是制定规则的人去管理那些或者压迫那些被规则管理的人。如果你这个规则还不容讨论啊，这个那就是你的压迫一点的责任都不需要负。怎么知道怎么在 GitHub 里头找解锁的 Meta AI 的项目吗？这个我还真不太了解啊，我没玩过这东西，我对于美塔的眼镜完全没兴趣。湾区真的太贵了，之前出去只敢吃百家宴啊，这个韶山印象这种稍微好点的湖南菜，毛血旺要40-50刀一份，那么夸张吗？回国了，随便放开吃，还是要注意身体啊。毛血旺不是一种很健康的东西，太难了啊！是郭德纲老师教导我们说，微波之后的榴莲是屎味儿的，是这样的。所以我说这个烤榴莲到底啥味儿的，我很好奇啊。但是你千万不要让我去尝试，哪里200这么便宜啊？我吃个海鲜自助都300、400起步，日料不能这么便宜吧？
在北京现在日料好多也就是200多啊，这是自助的，到不了300，300可能会稍微好一点但是呢，一般也就是200多。你们女大女大啊，这个抱着女大，那个女大太香了啊，考虑老范的感受了没有啊？我没关系，我儿子都上大学了，对吧？这个我现在就惦记我儿子什么时候能够报个女大的，周末还能回家陪爸妈、奶奶吃个饭啊，在美国1年才能见一回，太难了，啊，那是你还没有见烦啊，等这个过一段时间，他就这个天天唠叨你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这个自由了。微波后的榴莲会让整个办公室想死的心都有。是啊，这个很神奇。好家伙，要是微波榴莲啊与微波螺蛳粉是可以对冲吗？啊，可以试试啊，你可以买个榴莲，买个螺蛳粉，在家里都试一下，然后这个就不用回家了啊，双重暴击，绝对的。主要是凯文原来是小扳手，现在小扳手没了，有了女大了。对啊，这个原来靠手啊。这个老范，你这话很危险啊！我说什么了？我说什么了？微波榴莲加螺蛳粉会引起宇宙大爆炸。是。要不要开个鲱鱼罐头？你可以在美国开一个，开完了以后微波一下试试。信用卡搞定了，我回家网页端来开会员，没问题。开了会员还是好兄弟。高级点的海鲜自助得600啊，这个，我觉得反正200-300的也还可以吧。手机要被收苹果税，是的，手机要收苹果税。500-600，国内就北京也有很多这种500-600的自助啊，也有。但是反正对于我来说，我觉得200-300的是没有太大区别的。话锋一转，你说怎么变成了赛博这个味道博物馆了啊？是这样的，这个他们都惦记吃，因为这个 Kevin 说他吃了这个烤榴莲嘛，然后就让我觉得实在是很神奇啊！我觉得加热过后的榴莲很好吃啊。这个好吧，我是完全不行。苏州啊，爸妈在常州啊，最多周末见一下，距离比较安全，好吧？啊，那 Kevin 也是常州人啊，咱们是老乡啊。啊，你卡了吗？啊，其他人卡不卡？我这儿好像还行啊，家里装过榴莲的碗，我1年没用过，直接扔了算了。开始是我卡了啊，是的。就刚刚的当权者不需要负责任那句话啊，不，我们就不用重复了啊。对，好久好久以前啊，圣卡拉有个自助连锁店叫托迪啊，已经倒闭了啊。有人说这个名字不吉利，好吧，to die 哈啊，所以就死了。我在 Santa Clara，我印象里比较深刻，好像是吃螃蟹，但是好像不是自助的。之前会员绑定的那张信用卡有年费啊，被我取消了，现在开了新的信用卡，没问题。范老师可不可以设计一下自己的会员标啊？这个你需要有这种东西吗？我觉得喝酒的享受啊，主要是气味的感知。我觉得喝酒还是要微醺吧，但是我呢不太容易达到微醺的状态。江浙沪还是好啊，中国第一世界，是的。等我下次什么时候去上海啊，咱们凑一桌，这个在苏州的、在常州的都可以来凑一凑。拳击比赛之前全身涂上鲱鱼罐头，会不会双方都吐了？你可以试试啊，这个这么神奇的事情可以试试。美国不管吃点啥都是20%的消费，啊，消费税是吧？服务还一塌糊涂，100刀自助，得给120啊，这个是的。现在只是 YouTube 的 default，默认的。那你们湾区啊，我们中部大农村15%心安理得，啊，看来这个加州贵嘛，这个东西就是加州贵嘛。常州现在全国闻名啊，连输4场，追上国足了。是的，这个美国是美食荒漠，这个其实也不是了，美国应该全世界的美食都有吧。喝酒的那种微醺啊，再吹点小风听个小曲儿，这个挺难把握的啊。上海也行啊，是。
这个看呗。别聊海鲜了啊，离秋季开渔还有好几个月呢。现在那海鲜都是哪儿来的啊？需要，这是什么东西啊？ATT，美国还是有好餐厅的，是真的好啊，得去吃。反正我去年去了趟日本，觉得日本的餐厅真的是好啊，也不贵，跟北上广深差不太多，而且呢口味特别好。这个叫什么东西？就是它的那个材料还特别好。我关注了一位博主是，我关注的有一位博主是，我是用 TRY 会员的啊，这个不知道什么意思。吃螃蟹、龙虾的自助，纽约有一个 Crab House 啊，这个我还没吃过。我纽约去过，但是呢，在里边也就待了一晚上加半个白天啊，但是饭呢都可能酒店里吃了一点儿。我们去纽约就是头一天晚上飞进去，然后住在郊区的一个小酒店，第二天早上起来，用大巴车直接拉到纽交所，在纽交所下头照相，照完相以后进去纽交所里边吃早饭，然后就敲钟上市，上完市以后就下来，然后大家再坐着巴士去机场，进去的时候好像是纽瓦克国际机场，出来的时候好像就换了个机场啊，纽约好像好几个机场，然后就直接飞拉斯维加斯了，所以我纽约只能算去过。超市开榴莲，一堆女士围着买，反正榴莲我是吃不太了啊，这个包括榴莲蛋糕都不行啊。佛罗里达到时候，龙虾自助还不错啊，好吧。自己总是绕道走啊，这是什么意思？15%、20%说的是小费啊，还不是税啊，好吧。佛罗里达倒是个龙虾自助还不错，好。说起酒，我估计我只能接受水果风味儿的。呃，其实水果风味儿的，包括现在国内因为好多人是装，所以他们都是什么干红、干白这种东西，我是完全受不了。但是你真到了法国啊，到了欧洲去，他们其实有很多什么，甜白葡萄啊，什么甜白这样果酒，什么桃子酒啊，什么这些，挺好喝的。就是你不要把那个糖脱掉，我一直不太理解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个糖脱掉。所以国内好多人喝这个干红、干白，还要再兑这个可乐、雪碧，就要把这个糖加回去。我是说性价比啊，美国吃的性价比不行，尤其是和日本比啊，我可不太喜欢在日本吃了啊，日本确实是吃东西好地儿，不要吃自助餐了，也都是平平的表现啊，这个我是很喜欢自助餐啊，土耳其里拉，哦，这样的也没问题，这不是说自助餐了吗？对，赛博吃播终于到正题了，对的，纽约3个机场是，好像不少地方都有喝早酒的啊，这个听说过，但是我没喝过啊。这个我也觉得喝早酒这件事儿实在有点太堕落了。秋季开渔的海鲜特别肥美，捕捞到的都是囤脂肪过冬的啊，这个蒸烤焗随便弄弄，撒点盐都可以。哎呀，说的我都馋了。呃，我有看一个台湾博主在家里吃生鱼片他就是各种鱼来吃啊。这个其实我们真的去日料店，还是各种鱼啊。像我这样喜欢吃三文鱼、金枪鱼的，其实算是穷人吃法。秋季开渔几号啊？这个我也比较关心。好啊，还有2条啊，这个是我今天发了一条帖子，说我老家常州啊球队连续输球啊，前头输了3场，从常州变成屌州，从屌州变成金州，从金州变成棍州。在这之后呢，本来说再也不输了啊，结果现在又0-2输给了无锡本来苏锡常3个是垫底的3家结果连无锡他也没打赢，所以呢，现在有了一个新名字叫国足。然后有人说了，说好吧，刚知道老范又有个老家在常州天津也是吧？这个不是我呢是出生在天津4岁之前都在天津，常州呢是祖籍就是我的
父亲这一支啊，实际上我父母都是常州人，啊，祖籍常州。这个，但是我从来没去过常州啊，我可能什么时候可以，到常州去转一转，啊，如果有常州的朋友说，哎，我们凑几个人啊，这个，在常州啊，咱们聚会一下，那我也愿意到常州去玩耍一下，这个没有问题。啊，还有人说这个，咱们就是轻度、中度、重度和印度啊，这个反正也拿印度人开涮吧，也是如此了。常州现在就是常州、屌州啊，这个金州、棍州啊，现在是叫国足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好，我们看看这边还有什么啊？这个青梅酒喝的时候甜丝丝的，青梅酒我还真没喝出甜味来，特别是加热以后啊，一点甜味都没有。现在硅谷这里吃螃蟹和虾有个连锁店叫陆毅船长，据说不错。你们这硅谷的太远了，吃不着，能叫外卖不？9月份啊，第一批大概是10月上岸，好吧，这个可以到南方去吃去啊。刺身吃白肉和螺肉好吃啊，这个也吃过，但是感觉一般啊。棍州啊，是的，一竖，这个字念棍。去吃 omakase 啊，坐那儿就吃就好了。其实美国的日料基本上也应该也都是中国人开的。拉斯喝酒都不便宜，拉斯维加斯嘛，拉斯维加斯，因为我们那次去的时候就完完全全是等于上下狂欢啊，去上市去了，然后住在那个凯撒宫 Caesar Plaza，然后住在那里头，然后我住在那儿才知道，哦，电梯里头原来可以不写楼层号啊，凯撒宫的电梯是没有楼层号的，上面写的都是哪一层是，就是那个电梯按钮里写的是什么餐厅、赌场，什么是都是写的这种玩意儿，就没有什么3层、5层这种东西，特别好玩。去过常州啊，非常平常的一个州，好吧，这个我还是准备去看一看的。啊，把常州叫成国足，也不知道是侮辱常州还是侮辱国足，这个我觉得可能还是侮辱常州吧。我们常州还是很厉害的，对吧？后边还要跟南京踢呢，南京还是赢过的啊，常州是一场都没赢过啊，这个也挺开心的。美国日料看档次啊，高档日料是日本人开的，普通的中国人、韩国人开的居多。反正我去美国吃的日料应该都是中国人开的。还是飞日本吃吧，在美国太闹心了，这是真的。日本真的是好吃啊，又便宜又好吃，东西还好。我说的是侮辱足球啊，这个只不过不是国足啊，差一个字儿，差好多意思，好吧？这个那你国足这种东西存在在这儿，就只能是侮辱足球了。好，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到这里了啊。然后明天的节目应该已经上传了啊，我看一眼。后天的节目其实也上传了啊，会员现在应该都可以看到了。这个明天去讲这个 Switch 2，我的 Switch 2还是玩的很开心的啊。后天的节目也上传了，所以我明天就可以准备一些其他的内容，然后再去这个准备一个小的线下见面会。好，有人下班回家了啊。白碗省会能赢吧？这个不知道了。别忘拉下会员板块啊！我看看你有在给我发消息吗？好像有啊，我来先接受一个私信，然后好友，对，加好友，然后对，叫给一下 YouTube 用户名。对，我一般是这样的，就是你们要求拉会员群，我都会要求你们给一下
这个 YouTube 的会员名啊，如果呃对得上啊，我就给你拉进来。20世纪之前工业不发达的地方，东西都好吃，发达的地方就快餐了。没有啊，我觉得现在还是有挺多地方有好吃的啊。OK，没毛病。等我1分钟。欢迎。嗯，付费会员。好，我们今天差不多就到这里啊，我看看还有什么别的啊，也没有别的评论了。那么下周3继续读评啊，感谢大家的陪伴，再见。